洪德，该去洗澡了，快去洗澡啊！我还要帮你按摩呢，快去呀！那是啊，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再睡一会儿好不好？映雪，映雪，你疯了？你打我干嘛？我打你，我打的就是你！不，你干嘛打我？你叫我映雪。 我叫你映雪，你跟映雪离婚多久了？你今天刚跟我结婚，你居然叫我映雪！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到底是不是还是爱着映雪？妹，不，妹，对呀，我刚才真的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刚才真的是睡迷糊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吗？你就是故意叫我映雪。 你今天跟我结婚，你居然叫着映雪的名字，你是爱她还是爱我？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了，说清楚，给我说清楚！不要吵了，行不行？我和你又不是第一天在一起，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是很累很辛苦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算了，我现在不想跟你吵架，我到亮亮屋去睡去。 映雪，新婚之夜，居然这样对我，洪德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加油，哥。小军还没醒吧？我听素英说，你一直守在这儿，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。现在快9点了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吃口东西。我找个特别的看护来照顾小军。不用了，哥，我也没什么胃口。 我一定要在这儿等小军醒过来再走。一雪，你来了。加油！姐，你看起来这么憔悴啊，是不是太累了？只要小军能醒过来，我再累也不怕。我刚刚从你们家过来，你妈妈对你…… 好像挺不开心的，要不然你跟你哥先回去吧，小军这儿我来照顾。不用了，姐，我来照顾他就好了。谢谢你，哥。一会儿麻烦你帮我回去跟妈说一声，等小军醒过来，我回去向他道歉。加油，你这身体吃得消吗？不用担心，我挺得住。 一雪，加油，想留这儿照顾小军，就跟他留下吧。一雪，这2天你也辛苦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要不然我留下来陪你一起照顾他。走吧。一雪啊，我听说你还是把亮亮叫回家了。他奶奶那么想亮亮，我也不能太自私。从我认识你到现在，我看到你是处处都在为别人着想，甚至哪怕委屈了你自己，也要去成全别人，让我觉得你很伟大。啊，我哪有那么伟大呀？
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而已。是啊，你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平凡的用心做事，平凡的处处关心别人。恰恰是你这种平凡，在我眼中是最不平凡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还挺开心的。怎么了？听你这话，你有担心的事情吗？院长夫人对宋香越来越好了。是啊，你说我没有私心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小军这次这么过分，我担心院长夫人。倪雪，唉，其实佳玉这一次，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得面对它。只是佳玉很爱小军，他们之间的感情呢，我倒是一点都不担心。我担心的是，我妈非要把宋先生的孩子给生下来，那小军心里面，我恐怕他会难受，怕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是啊，院长已经找我爸爸谈过了，他希望我爸妈来说服小军同意这件事。那你觉得这有可能吗？我不知道。如果小军有这个度量，能把这孩子当成自己的，那最好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努力吧。是不是想念了我？狗男女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！宋玉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安静，你又大呼小叫的。刘医师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安静，你是来换药的是吧？安静，别赶回去。去啊！麻烦你了。知道麻烦还叫我。加油！那个，小军从回来到现在，你就一直陪着他，心里怎么受得了啊？你还是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吧，这里有我们照顾着。如果小军有动静的话，我会通知你。不用了，苏月。小军是我的妻子，保护她、照顾她，是我这个做丈夫的责任。在小军没醒来之前，我1分钟都不会离开她。你是医院里面所有病患的医生，又不是他个人专属，凭什么这么厚此薄彼？真是公私不分呢！哼！安静。哦，对了，苏月，你昨天就晚班，今天怎么又轮到你了？啊，是我特别调的。本来我想替你照顾一下小军，没想到一点忙都帮不上。你别这么说，你真的已经帮了很多忙了。狗男女，过分！加油！我们就在值班室，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，按紧急铃。最后他又在想我。安静。素云姐，哎，素云姐，反正今天晚上护理站也没什么事嘛，那不如我就留在这边照顾张小军好了啊！哎，安静。不用了，我来照顾就好了。我来照顾嘛。哎呀，我这安静，我就知道你别有用心。走，素云姐，我。小军，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北方吹过一阵风，之前的种种，带来心中一种痛。我都向你道歉。那段浪漫的爱情，犹如泪水。你能听到吗？造成的我要跟你重新开始。无法再抚平。
感受刺骨那阵风，抬头仰望着夜空，看着那缤纷的街灯，驱走了周围的空洞，我不知何去何从。你就像那北斗星，指引我找到纯真美丽的爱情，都由你来喊暂停。你就是一颗流星，划过凄美的夜空，是如此宁静。小军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太粗心，没照顾好你，才会让你躺在病床上。大小姐，你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呀？好，你别生气了，啊，我马上就过来了，啊。你可别小看我护士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在护专的时候，那可是学过太极的。管你学太极还是八极的，我来探病人呢，你怎么打人呢？就你来探病的，现在是探病的时间吗？你看看你冒烟的女逼啊，还戴口罩，肯定是不怀好意。怎么着？是不是想解释啊？走，跟我到公安局去。问你玩的。我最近运气差，怎么看到那个脏东西？别整我，我帮不了你呀！安静。苏云姐，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坨黑黑的那个有啊，真的看到了，连你都看到了，那我真的看到鬼了！请安静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你身为一个护理人员，你没把事情搞清楚，就在这里慌慌张张、莽莽张张的。可是我刚才明明……刚才那个人不但违反了医院的探病规定，而且怀疑他逗留在医院有什么不良企图。我刚准备抓他去警卫处理，就是你把我给挡住了。你，苏云姐，你的意思是，刚才那一坨黑黑的是人吗？不然呢？啊！ 3更半夜，怎么可能啊？
那个人怎么看起来是个面熟呢？我没有做什么坏的事情。哎呀，听安静！你在干什么？你还不赶快忙你的！哎，走了。我吧。那人到底是谁？有什么目的？难道他是针对佳怡和小菊？走了。亮亮，该起床啦！亮亮，奶奶，哎，奶奶早。亮亮早。奶奶帮你准备了你爱吃的吐司夹蛋，还有牛奶，来，我们去吃啊！奶奶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话呀？奶奶，昨天爸爸跑到我的房间跟我一起睡觉。你爸爸跑到你的房间跟你睡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昨天是你爸爸跟美美阿姨结婚的好日子，他怎么可能跑到你的房间去睡呢？哎呀，奶奶，真的，爸爸他真跑到我的房间睡的觉。妈，早。洪德，你昨晚怎么跑到亮亮的房间去睡呀？我没有啊。爸爸说谎。奶奶，我告诉你，昨天明明爸爸睡到我的房间。亮亮，爸爸不是跟你说过，叫你不要乱说话吗？什么叫乱说话呀？洪德，昨天是你跟美美的新婚之夜，你为什么跑到亮亮的房间去睡啊？妈，我说实话。我跟美美吵了一架。你跟美美吵架？昨天是你跟美美的新婚之夜，你就跟美美吵架，这是为什么？哎呀，妈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亮亮，奶奶帮你准备了你爱吃的早餐，你先去吃吧。洪德啊，这前面的婚是你要离的，美美也是你要娶的。昨天是你们的新婚之夜，你就跟美美吵架，我实在是搞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。妈，我现在后悔再婚。后悔再婚？你为什么后悔再婚呢？哎呀，妈，你就不要再问我了，我现在要上班去了。洪德，跟我到房间去，把话说清楚。美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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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美美人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昨天跟他吵完架以后，我就直接到亮亮屋去睡去了。这不在屋里啊，跑到哪儿去了？妈，美美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要把我吓死了！我刚一进来没看到你，还以为你跑出去了呢。我刚才在卫生间里面洗脸呢，我从昨天晚上哭到现在，还没有睡觉呢。从昨天晚上哭到现在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不知道洪德有多过分。昨天晚上新婚之夜，他居然叫我映雪。我跟映雪在一起已经6年的时间了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而且我是睡着无意识叫的，这有什么不行的？当然不行了，你跟映雪已经离婚了，你跟他分开那么久了，你居然还叫着映雪的名字，妈，你说这叫我怎么过啊？刚刚结婚他就背叛我。妈，你听他说的，我这怎么就背叛他了嘛？美美啊，别难过了啊！你受的委屈，妈知道，妈知道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美美是你要娶回来的。张映雪已经跟你离婚了。
跟我们家也没有关系。从今以后，不准再提起他。妈，我知道我跟映雪已经离婚了，那难道离婚了以后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吗？你当然不行了，妈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，他还要跟张映雪做朋友呢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。洪德啊，你现在已经是美美的丈夫了。美美跟映雪以前是朋友，你现在还跟张映雪做朋友，那美美怎么办呢？妈，可是我已经跟映雪协商好了，我每周有2天的时间，我要把亮亮送过去啊。妈，你看他有多过分吧？你到现在还一直忘不了映雪，我就知道你是要把亮亮交给映雪的时候，还有机会跟他碰面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这辈子就没完没了了。妈，这个事情是我跟映雪已经协商好了的呀。协商什么？美美是你的妻子，也就是亮亮的新妈妈，你还去跟那个张映雪协商什么？你现在跟美美结婚了，你不在，亮亮的监护权就在美美的身上。就照美美所说的，从今以后，不准再把亮亮送到张映雪身边去。妈，这不可以呀！有什么不行的？妈这样说，你就要这样做。我今天下午就要去广州。你怎么又要去广州啊？你不是说3天以后才会去吗？今天上午，工厂那边给我打电话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我去处理，所以我就订了下午的机票，我一会儿就要走。妈，你看看，新婚之夜冷落我，第2天又要离开我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洪德啊，你不要太过分呐！妈，我这怎么是过分嘛？这公司的事肯定要紧嘛。好，这公司的事要紧。美美啊，你就去买张机票，就跟他一起去吧。妈，这不可以呀！那边的会议很重要。妈，这样，我答应你，我过2天就回来，好不好？你别问我，这事儿你要问美美，她同不同意？妈，我公司真的有重要的事情啊！妈，如果洪德确实是为了公事的话，也是为了我们全家人的生活，我也不能阻止我的丈夫去赚钱。正好公司这2天也有点事情，等我处理完了，希望等洪德回来，能带我去海南度个假，这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你听听，这美美多识大体呀！明明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还想着帮你打点公司的事。洪德啊，你真得把张映雪给忘了。你想想啊，张映雪她还会回到你身边吗？还不快去道歉！去啊，去道歉，去。好了，咱们不闹了，好吗？等我从广州回来，我再好好的给你赔不是，道歉。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那你以后不可以再欺负我了。好像有人在这排队。那个人他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我想他不是针对嘉佑就是小军。所以叶学姐，你想一想，
有什么人跟小军结怨吗？哎呀，你也知道，我嫁到洪家这几年，我从来没有跟小军真正谈心过。不过小军呢，从小就活泼，在学校里很多人追他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跟嘉佑谈恋爱的呀。那你想想，他除了跟嘉佑以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男朋友？小军从来没有介绍过任何男孩子给我认识，我唯一见到的就是嘉佑。至于他之前的交往状况，我不知道。那我明白了。这样吧，叶学姐，既然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就回家问下伯父伯母，好不好？易雪，主任早。两位早。易雪啊，不是说过了吗？叫我嘉诚就好了，不要叫主任。啊，素云，我听说昨晚你调了个大夜班。啊，我正准备下班回家休息呢。辛苦你了，谢谢。没事。啊，对了，小军醒来了吗？你劝劝嘉佑吧，他2天没睡觉了，这样身体不行的。小军，小军，你醒醒，小军，小军，小军，你醒醒，小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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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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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这儿！加油！我在这儿！加油！我在这儿呢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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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您走。加油！你为什么会背着我做这种事？你为什么要抛下我？小军，我爱的是宋香，而且她现在肚子里有我们的结晶，你有吗？你这么长时间都没怀孕，所以我选择了宋香。加油！我求求你，你不能抛下我，你不能抛下我！张小军，他从来就没有抛弃过你，因为他从头到尾就没有爱过你，这个你还不明白吗？小军，我爱的是宋香，你快点走吧，以后不要来找我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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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军，我在呢，我在呢。加油！你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，小军！你醒了，小军，小军，加油！加油！你总算是醒过来了，小军。小军，小军。小军，加油！我没有想到你竟然这么狠心，你竟然会跟宋香在一起。你走！你走！小军，哎，小军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小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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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昨天淋了雨得了重感冒，你现在不能下床，知道吗？你不要拦着我！你以为我淋了雨？原来我淋雨昏倒了，是不是？是你把我带到医院里来的，是不是？
我一刻都不要在这里待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小军，小军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好不好？小军，你放开我！小军，你放手！小军，姐，姐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这是干嘛呢？啊？把鞋穿上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几天把大家吓坏了？有什么可吓坏的？你知不知道，嘉耀这几天一直照顾你，寸步不离的。寸步不离，他应该是照顾宋香寸步不离吧。我只是淋了雨，我没事，不要走。小军，小军，小军，你不能走。大哥，这是我跟嘉佑的事，你们就别管了。哎呀，小军，小军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听话？姐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听话吗？如果我丈夫这么对我，我肯定会听话。他是怎么对我的？你浑身湿透了，他从外面把你抱回来，都不管自己是不是浑身也湿透了，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，寸步不离的。半夜还给家里打电话，让他爸爸给你过来治疗。他让爸给我治疗？没错，爸半夜赶了过来，亲自为你诊疗、检查、配药，看你打山顶地。然后爸让嘉佑回家休息，嘉佑不肯，爸就把他骂回去了。结果嘉佑只是回家梳洗了一下，就立马赶了回来，寸步不离的守在你的身边，直到现在。你一直发着烧，肺部又有积液，再加上营养不良，已经昏迷2天2夜了。他一直照顾你，不吃不喝的。我昏迷了2天2夜。是啊，嘉佑如果不爱你，干嘛这么对你呢？你问我，如果换成是我，我会不会感动？会不会听话？我当然会了。我现在想一想，之前我跟洪德这6年，我生病了都是自己去医院的。嘉佑这么对你，你难道还不知足吗？原谅我好吗？我真的爱你。这2天怎么瘦了这么多？这些都不重要。是不是这2天光照顾我，都没吃没喝？如果我现在还没有醒来，你还会继续陪着我？别胡说。我以后再也醒不过来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你再也醒不过来，我也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医院，我会把你带到另外的地方去，一直在你身边守着，一分一秒都不离开。如果你真的永远都醒不过来，我想我也活不了多久了。傻瓜，你就是这个傻瓜，你就是这个傻瓜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原谅我好吗？爸妈，哎，对，他醒了。哦，你们想过来就过来吧。啊，好的。嘉诚，谢谢你爸爸照顾小军，现在他醒了，那我去你们家了。哎，宁雪，我妈让你去照顾宋香，是不是？啊，
宁雪啊，你有没有觉得宋香有点不太对劲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我也说不上来，我只是有种感觉。我觉得宋香到我们家里的目的呢，并不单纯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和江佑复合。这一点我问过他，他没有想跟你弟弟复合的意思。当时你妈妈想留下那个肚子里的孩子。这点我知道，虽然是我妈把宋香带进我家的，但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那么简单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麻烦你帮我观察一下她，好吗？好，麻烦你也劝劝小军，先养好身体，其他的再说吧。那我走了。日兰，哥，张小军醒了。他醒了？对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你查那个女孩，调查清楚了吗？哦，查到了，她是学州医院的护士，叫江素云。江素云，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呢？哦，殷美美提过江素云这个名字，想知道她的体型，殷美美就行。那个哥，还有其他事吗？我让你查宋香，查的怎么样？也查到了，她在刘学柱的家里边。你看看你，自己弄得都这么憔悴。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平安无事。小军，我要跟你好好的在一起，一心一意的在一起，一辈子。彩荣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对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，让它过去好了。小娟，哎呀，爸，小娟，哎呀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你知道吗？爸爸妈妈为你着急死了，整天的为你提心吊胆呢。爸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小娟，妈，小军，对不起啊，都是妈不好，都是妈不对，妈不应该把你赶出去，更不应该为一点小事记恨你，都是妈脾气不好，叫你受苦了。妈，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孝。就是啊，你就是不孝嘛你！小军啊，妈才说了你2句啊，你就回头就走，就不回来了你害得妈着急，你知不知道啊你啊？你知道妈有多担心吗？啊，多担心呐！都是我的错，太谢了妈。小娟，你不知道。这些天你妈大半夜的搬着椅子在家门口等着你呢，怕你半夜回去。你妈为了你啊，整天都提心吊胆的。平安健康就好啊，谢天谢地。我感谢老天爷保佑我们小军回来平安回来呀！我感谢老天爷。妈别哭了，妈你别哭，都起来吧啊！没事啊，一家人啊。妈，小军，你别哭了啊！加油！这些天你也辛苦了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，我们和小军还有些话要说。行，那我去趟办公室。
小娟，有一件事情，爸爸不得不问你：那些照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？哎呀，是啊，小军，想起来那个，现在医院呀说那个照片呀都传遍了都。啊，照片已经流露出去了。小娟，那照片上的男人到底是什么人？爸爸希望你把这件事情说清楚。爸，我觉得这个照片是个陷阱，我被人设计了。被人设计？被谁呀？啊？我遇到凯文的时候，看到凯文对我这么痴情，我想凯文不会这么害我的，而且这么做对凯文也没有什么好处啊。到底是谁？谁会拍这些照片？哎呀，小军啊，你不管怎么说，你要跟爸爸妈妈讲那个男的到底是谁呀？这男的叫陈凯文。陈凯文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以前有个姓陈的，经常打电话给你，就是他，是不是啊？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有点印象，只是没见过这个人。是啊，爸，之前我在制药厂工作的时候认识了陈凯文，他追求我，我跟他交往了一段日子以后，我发现他的背景很复杂，而且人际关系我也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我就慢慢忽远了。哎呀，小军呐，以前在学校啊就是校花啊，经常是被男孩子追的，你以为妈不知道啊？妈，我不管谁追我，或者是我跟谁出去约会，我都是洁身自爱啊。我只有把家佑才领进门过。是的，小娟早就说过，只要能够让她带回家来见我们的，才是她心仪的人，也是她要嫁的人。所以我们只看到家佑啊，那这个事儿啊，就这样说起来呀，都是个误会，那就好解决了，很简单的嘛。事情啊，没那么简单。我跟你说，亲家已经来问过我这件事情了。你说我们可以相信我们自己的女儿，但是那亲家会相信吗？更何况现在宋香已经住进了刘家。什么？爸，宋香她已经住进刘家了。哎呀，小军呐，你就别耍牛脾气了啊！那个宋香啊住刘家，不是家佑的意思，那是你婆婆的意思。我跟家佑的缘分真的近。易学姐，我拜托你了。哎，你也知道，小军才醒过来，而且刘妈妈交代过，不许你去医院探望小军吗？我知道，我也明白，可是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。如果我不去探望他，他肯回来吗？所以，我一定要去看看小军。我想打开小军的心结，不然他随时还会离家出走的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易学姐，请你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我真的希望小军能尽快回来。我也想离开刘家。你看，这个房子这么大，这么漂亮，这么的气派，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地方。可是对于我来说，这个地方就像一个鸟笼一样，飞不出去。其实，在我的心里，我觉得并不快乐，并不自由。易学姐，我真心希望小军能尽快回来，所以我求求你了。可是刘妈妈那儿怎么办呀？你放心，今天院长夫妻跟朋友去打高尔夫了，不会那么快回来。如果他们回来了，就说你陪我出去散步了，别告诉他们我去小军那就好了。好，谢谢你。来，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来，哥，坐。坐吧。
怎么样？和小军和好了吗？和好了。那小军知不知道宋香到咱们家的事情？我还没告诉他。你想怎么告诉他？这个我还没想好。我想有可能小军已经知道这件事了。他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应雪打电话给他爸妈，让伯父伯母来看小军。这我知道，他爸妈来了，所以我才到办公室来的呀。他爸妈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告诉小军的。不过加油，你也先别担心。我和应雪已经说过了，想让他劝他的父母，让小军呢先回娘家住一段时间再说。那就谢谢哥了。不用这么客气。现在一个是你太太，一个是你女朋友，又怀了你的骨肉，你要如何取舍？我想知道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。对他们2个人，其实我都很愧疚。我愧疚的是，以前我的行为不够检点。我跟宋香是有过一段感情，可是我认为，感情跟责任应该分开。我跟宋香的感情已经过去了，对于孩子这个责任，我愿意承担。你也知道，妈的意思是希望宋香把这孩子生下来，然后留在我们家。哎哥，你跟应学姐交情挺好的，我也知道小军他就听应学姐的话，能不能麻烦你，让应学姐跟小军说一下，先忍耐一段时间，等宋香把这孩子生下来，我就给宋香一笔钱，打发她走。哎，加油啊！你和小军才刚刚结婚不久，你让他怎么能接受一个别人的孩子？再说了，这宋香要把孩子生下来，小军还得忍受好几个月的痛苦。加油啊！这段时间，恐怕你会两头为难了。我也想到了，不过哥你放心，我会尽量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圆满。无论如何，我不会放弃小军的。好，你这么做，我觉得是对的。加油！不是我这个人多心了，我觉得宋香这个时间进入到咱们家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你还是多留心一点。你放心吧，哥，我跟宋香除了肚子里的孩子，我跟她不会有任何牵扯。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多？兰儿，妈知道错了。妈，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哎呀，那你爸死后把公司留给我，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会打理公司啊？公司啊一直不景气，最近又亏损的厉害。妈，我知道公司有亏损，可我不是一直拿钱给你，让你去补公司的亏损吗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又去赌钱了？那我也是想帮你，分担一点嘛。谁知道最近这手气一直不好。你，哎呀，女儿，妈知道错了，妈现在有困难，你就帮助帮助妈妈啊。妈，不是我不帮你，这70万不是个小数目，你要我怎么帮你呀？哎呀，我知道，你一个人肯定没有这个能力。再者说了，我也不想连累你。我只是想让你啊去找找嘉诚，毕竟嘉诚是学儒医院的长子，以后要继承学儒医院的，你就去给他呀撒撒娇啊。他出手帮助帮助娘家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妈，你不知道，我跟嘉诚的婚姻
根本就不美满嘛。什么？不美满？怎么回事啊？反正我们两个就是合不来嘛，而且什么呀？而且我跟嘉诚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，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。他弟弟嘉佑最近才结婚不久，他在外面的女朋友却已经为他怀了一个孩子了，现在都已经住进刘家了。哎呦，他弟弟已经怀孩子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傻姑娘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和嘉诚必须要有个孩子，这样你在刘家才能站得住，你知道吧？以后这家产都要传给长孙的。已经来不及了。怎么来不及啊？一定来得及的。我问你，你爱不爱嘉诚啊？我当然爱嘉诚了。自从双方家长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他了。嘉诚长得一表人才，又忠厚老实，是很多女孩子想要结婚的对象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自从我们结婚之后，他处处嫌弃我，他的兴趣跟我的兴趣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夫妻俩都是各走各的。我们，哎呀，我说你傻呀，这夫妻怎么能各走各的呢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你无论如何必须想办法，赶快和嘉诚生个孩子，你知道吧？有了孩子，你在刘家的地位就保住了，以后啊，你就能够掌控刘家的经济大权，知道吗？妈，我要怎么掌控啊？我现在跟嘉诚每天都在吵架，你叫我跟他亲热生孩子，我做不来啊！你这傻孩子啊，你怎么做不来啊？你必须做得来。你前2天不是告诉我，那个嘉诚他弟弟什么嘉佑，现在这个老婆呀可厉害了啊！这个老婆的什么姐姐，对你老公是不是虎视眈眈的？以后啊，她们2姐妹要是进了刘家，把你踢出刘家，那可就惨了。所以呀，你必须先下手为强。你呀，要尽快和刘嘉诚生个孩子，这样你在刘家地位就保住了。嘉诚是长子，以后啊，还可能多分一点呢，知道吧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不行，这件事情啊，越快越好。兰儿，我这就陪你啊去见刘嘉诚，剩下的事儿啊，妈妈给你们安排啊。走。我不是说等我下班以后再来找我吗？干嘛这么着急找我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哼，我又不是没在贸易公司待过，我以前就是开贸易公司的，哪有那么忙啊？你少骗我！你以前是做贸易的？你们公司现在做什么？哦，我们是自己设厂，然后在广州做成衣，也会帮广州的一些知名公司做代工。我以前是做雨衣的，而且也销售到世界各地去。不过，我本钱可没有你们家那么雄厚，所以自己没有设厂。这几年经济也不景气，所以就改行做了保险和帮你们这些棚子。那既然你对贸易这么在行，你要不要到我们公司来？到你公司来？我能做什么呀？你想做什么，我就让你做什么。哼，我什么都可以。不过，我最擅长的是做老板。野心不小啊！
你也不想想，有了我这个帮手，洪德的公司早晚不都是你的囊中之物吗？到时候就不是野心了，谁是最大的获利者？你应该明白吧？小军，妈，你就别再说了。你既然不嫌弃我是你女儿，你就让我回家住几天吧。爸妈，加油！爸，跟小军说了。加油！这件事情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太好说，还是你们两个自己好好的谈一谈吧。好，先走。我们走了。小军，恭喜你别这么说好不好？我们才结婚几个月，我肚子都还没有动静，却已经要当爸爸了。这是第一个恭喜。第二个恭喜，就是恭喜你妈妈已经把宋香接回家了。我，小军，你不要轻易说离开好不好？小军，说心里话，我也很害怕，我很为难，很头痛。我问你，你真的发自内心的就愿意放弃我们俩的感情吗？你真的就愿意永远不再见我了吗？小军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所以我希望我们夫妻俩共同携手度过难关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我不是不愿意，我是真的忍不下这口气啊！我知道，我也理解，都怪我婚前不坚定。可是，小军，可是我真的爱你。既然这么说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你说你爱我，希望我能跟你一起度过难关，这是我做妻子该做的职责。好，我跟你回刘家，可是有些话我要说清楚。好，你说。你说你去照顾宋香，我不反对。可是如果你让我发现你跟宋香还旧情难忘，我立刻就回家。小军，我刘家要发誓，我会对小军绝对忠诚。而且我跟宋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，我最多把她当做朋友而已。当做朋友，以后的事情谁会知道呢？加油！我好害怕，好担心啊！不要害怕，不要担心，我永远都在你身边。小娟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的，相信我好吗？嘉诚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进来之前请你敲个门。抱歉，下次啊，我一定注意。哦，妈，是您过来了。对不起啊，妈，我不知道是您过来。原来你也是，
妈过来你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要去迎一下呀。妈，你看他就是这样，每次事情还没有搞清楚，就只会责怪我。哎呀，嘉诚，我知道你是最孝顺的了，只不过兰儿说你最近医院事儿挺忙，是我事先让杨兰不通知你的。妈，您先坐。好的。妈，您坐。哎，啊，您今天怎么有空到医院呢？哎呀，我那公司啊出点状况，我过来处理一下，顺便看你们两口子过得怎么样。啊，公司出什么状况了？哎呀，就是妈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嘉诚已经答应要帮我们了，你有任何问题，他都会全力支持你的。是吗，嘉诚？哎呀，那就先谢谢你了。我就知道你这个女婿啊，对丈母娘那是没得说的。妈，哎，您别这么客气，这是我们做晚辈应该做的。好好好。哦，对了，嘉诚，我这次来啊，还有一件事儿想和你说说。妈，有什么事您尽管说吧。哎呀，你看吧，这女儿啊是我生的，她的脾气性格啊我都知道。她呀就是太任性了，一点小事儿就大惊小怪的，难怪这些日子啊你们会经常吵架呢。妈，你干嘛什么事情都怪在我头上？是嘉诚先对不起我，惹我生气，我才跟他吵架的，要不然谁要跟他吵？你看，你看，我才说你两句，你就像刺猬似的，准备抗争，要扎人呐！怪不得嘉诚会受不了呢。不过呀，嘉诚，这俗话说得好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你们能结婚啊，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，应该好好珍惜。再者说呀，这夫妻之间就应该相互体贴，相互包容，这样才能长长久久，对吧？对，妈，您说的对。哎呀，不过呀，这做父母的就希望自己孩子好。我把兰儿嫁给你啊，就希望她能幸福，能快乐。所以呀，嘉诚，你可不可以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以后多体谅体谅兰儿，别跟她吵，别惹她生气，好吗？妈，我知道了。太好了。对了，兰儿，我也要说你啊，都是结过婚的人了，可不能耍什么大小姐脾气。你看这学儒医院规模这么大，你要当好嘉诚的贤内助，以后还要帮嘉诚管理好医院呢。我知道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嘉诚，我听兰儿说你弟弟有小孩了。是啊。哎呦，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能落后呢？你可兰儿可要好好抓紧呀。这样吧，嘉诚，如果你手头上没有什么大手术，就把医院的事儿先放一放，你休息几天呢，和兰儿一起度个假，行不行？我有个朋友啊，开了一个温泉会馆，我呀经常去。哦，对了，还给你爸爸妈妈介绍过呢，那里的设施和条件那是没得说呢。我是这家的 VIP 会员，我回去啊就帮你们订个房间，安排一下行程，怎么样？你们小两口啊，好好过去放松一下心情啊，休息几天。等度假回来以后啊，我还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呢。妈，主任，你的门诊时间到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妈，我出诊的时间到了，那我就不陪您了。哦，你先去忙吧，兰儿陪我就行了。哎。哦，对了，小莫，院长和夫人回来了吗？哦，他们刚刚打完高尔夫球回来，现在应该在院长办公室吧。杨澜，要不这样吧，
你把妈带到我爸妈那儿去坐一坐。嗯。好，先过去了。再见啊。走。哎，咱们也走。妈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哎，刚才嘉诚不是说了吗？去看望我的好朋友啊，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。去见你的公公和婆婆。哦。刚才你那一杆进洞打的可是真是精彩啊！为此，这高尔夫球俱乐部已经将你的名字列上了分文榜了。你说，我打球的时间比你长，而且光是这会员证不就花了多少钱？这想不到，这一杆进洞还是被你捷足先登了。嗨，老夫老妻，你跟我吃什么醋？这一杆进洞，这是要靠运气的。就是因为一杆进洞，我还得花几万块钱请客呢。哎，老婆，我这不是吃醋，我这是为你高兴，真的。哎，你说我的老婆怎么会这么精明强干呢？哎，看了我刘学儒此生能够娶你做老婆，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啊！行，别老不正经的啊，别酸了啊。行，好，进来。爸妈，我妈来了。亲家母啊，亲家母你来了！哎呦，好久没见了是吧？是啊，好久没见了。快来坐，快坐。亲家母，你这哪不舒服啊？哎，学儒，去找医院最好的大夫来给亲家母看看。珍珠啊，你看人家亲家母身体多么健康，这话不能胡说呀你。亲家母，不好意思，你看我们俩每次见面吧，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外面喝咖啡，要不就是出去吃饭。你说你这到医院来，我还以为你哪不舒服呢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别生气啊。没关系，咱们都是熟人，何必见外呢？妈，我妈她是出来处理一些公司的问题，顺道来看我的。你看亲家母啊，最近这个日子啊都不好过，你们公司的日子是不是也不好过了？哎呦，亲家母啊，你误会了，我们公司的运作和订单呐，一切都 OK， 只不过是最近出了一些小状况，需要一笔额外的资金周转罢了。亲家，想当初你们学儒医院成立的时候，不是有些股东和你们的理念不合，突然提出撤股，害得你们资金周转不过来，到最后还是你跑过来找我们帮忙的嘛。亲家母说的没错啊，当初的确是你们帮了很多的忙，要不是你们拿出资金让我们学儒医院进行周转，那我们学儒医院也不会有今天这种规模呀。你们对我的恩情，我刘学儒会铭刻在心上，因此啊，我们两家才结为亲家了。所以，亲家母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，千万不要客气啊。是吗，亲家？哎，那太好了，那谢谢你啊。如果我们当初啊真的需要你帮忙的话，那我们一定要找你哦。绝对没问题。学儒，人家亲家母公司做的那么大，哪需要我们的资金周转啊？倒是我们医院还要进一些新的医疗器械，还要向国际上要进一些先进的设备，还有医护人员的培训等等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运作啊。哎呀，亲家母，你真是太抬举我们公司了，没你说的那么优秀。你知道，这间公司的资金它是需要流通的，这流通越好啊，这公司就越旺。所以啊，说真的，如果我们真需要帮忙的话，你可要出手哦。这个好啦，学儒，人家亲家母只不过客气而已，你还当真了你？妈，这你放心，嘉诚已经同意了。嘉诚他同意什么了？妈，刚才我跟我妈到嘉诚办公室，也跟嘉诚提到这个资金周转的问题，嘉诚已经答应要帮我妈了。那是当然的了。
我们也拿江兰当成我们自己亲闺女一样疼爱。亲家母又是自己人，是自己人帮自己人，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啊。是啊是啊，我们都是自己人嘛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还和嘉诚、兰儿说呢，让他们抓紧时间，争取明年呐就让你们抱上一个金孙。好啊，这也是我目前最想看到的，对吧，珍珠？哦，对了，院长，我之前跟你提到的那家温泉会馆如何？气氛不错吧？相当不错，不但装修的豪华，而且饭做的也好吃啊。像我夫人这种对旅游还有休闲相当挑剔的人，都无话可说呀。所以呀，我想让兰儿和嘉诚到那儿去休息几天，放松一下心情。好啊，这个主意好啊。你要是同意，今天就让他们去吧。今天？哦，哎呀，这得看嘉诚排班的情况啊。爸，嘉诚明天跟周日是休诊的。哦，既然是周六周日休息，哎，那就让杨澜和嘉诚去呗，出去走走呗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回去安排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啊，是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是谁的电话呀？哦，是护士长打了电话，他通知我说小军他已经醒过来了，经过医生检查，他身体没什么大碍，可以出院回家了。回家？哎，你问问他回哪个家呀？是他自己不声不响的离开了我们刘家，现在还有脸回来呀？我看他以后经常住在他们娘家得了。哎，珍珠，你看你这么好，在亲家母面前说这些事儿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还是看看小军去吧。哎，正好，我正好有事情要当面问问他。姚兰，今天财务室也没什么事儿，你陪你母亲四处走走看看啊。嗯，亲家母啊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大家一会儿出去吃个饭好吗？哎呀，不用了，一会儿我要上公司处理些事情，我看改天吧。好，这样也好。哎，那你们自便吧。好好好，先再见啊，再见。哎呀，总算是办完了，这下事情可以圆满解决了。妈，我看你先别太乐观。刚刚看我婆婆的表情，我看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。是吗？会吧？你公公和嘉诚都已经答应帮忙了，到时候如果只有你婆婆一个人反对，那也没用的。可是，算了，反正现在烦这些事情也无济于事。妈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哎，我还不能回去。你还想干什么？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我既然来这一趟，就要把事情一个一个都解决掉。